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志远，这是一个美发频道。如果还没订阅的话，可以订阅一下；如果还没追踪我 IG 的话，可以追踪我 IG。今天我要跟大家介绍超级好用的护发油系列，发油就是那种抹上去就不用冲掉，直接吹干的东西。那今天要介绍就是专业美发用品的发油，专业美发用品的发油大概就是跟专柜差不多啦，大家能懂开架式跟专柜的差别吧？今天我们就要介绍9罐此生必买的发油。OK， 这里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发油。那我总共分类了粗硬发跟细软发，所以如果你是粗硬发的，你就把粗硬发看完；如果你是细软发，你就直接往后拉到细软发那一边看吧。今天我要介绍这些发油，真的都是我全部都用过，而且用过了很多次，然后我真的觉得蛮好用的。那如果你有头发困扰的话，你只要看完这一集，我想你一定会知道自己比较想要买什么。这一集不是发油评比哦，就是这一些你都可以买。首先跟大家推荐粗硬发系列，如果你是粗硬发、自然卷，还是就是头发比较毛躁、比较硬的人，先看以下的发油。第一罐要跟大家推荐的是沙贝之盛的黑金油，那这个的话是95ml，售价是1700块钱，然后它的包装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，黑金油，有吧？很高级跟奢华。那它的质地我觉得跟一般发油有一点点不太一样，它是有一点比较，你知道有一点凝胶的感觉，就是它比一个发油再稠一点点，就会有一种你的发丝很容易被包覆，然后它相对油脂感比较重。它的味道的话，大概就是那种，如果你去一些日本神社，就会闻到那种超高级的檀香，那种很成熟的味道。但是如果你是喜欢小清新的人，我是觉得你不会喜欢这一罐的，但它就是比较成熟、质感、大气，就是我会觉得还蛮不错。那如果你头发很毛躁啊、很硬啊、自然卷很严重，我觉得这一罐一定可以帮助得到你，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让头发很光泽。那如果你是细软发的话，就是先不要用它，因为你真的会变得有一点点太扁。第二罐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它。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它是卡诗的精致柔玉露。那我特别选的是粉红色的。其实我们公司以前有用过这个发油，那粉红色是卖最好，所以我就特别挑粉红色的来讲。我个人觉得粗硬发抹它很有效果，就是你会知道你自己头发有抹东西，然后它的油脂感也偏重，所以你不用抹太多就可以得到还不错的抚平毛躁效果。而且它单价也算是偏高的一样产品，100ml要价2000块钱。那它的味道呢？它的味道我真的觉得就是有一种鸭胖。大家能懂吗？就是那种野野的女人味非常的重，但是你总会觉得它香水有点喷太多那种女人味，就是太难形容。但是我会觉得，如果你硬要说的话，会有一点点风尘感一点点。所以如果你是小清新，你可能不适合用它，你会觉得它太女了，它是一个那种拨大旁分啊，那种超级女人味的人在用。毕竟法国品牌嘛，大家也知道法国女人就是那样吧。OK， 这一罐的话，我会觉得包装还不错，然后它是那种。很像玻璃瓶，质感再更高级一点点，然后长得也还算蛮美的。那它有金色，那我觉得它金色跟粉红色的效果是不会差太多的，用量也不算太大。那如果你是烫比较卷的人，然后头发比较毛躁的人，或比较粗硬自然卷的人，我个人觉得这一罐也是非常非常的适合你。那它跟刚刚那个檀香是完全不一样，刚刚那檀香是一个稳重的感觉，那它这个就是一种你知道性感野一点，推荐给你卡诗。再要推荐的是哥德式 Mirubon 的护发油，那推荐的是这一罐，大家有看到橘色的字，它这一个是顺泽系列的护发油，那这罐是空瓶的，因为我已经用完了。那这罐自然卷真的务必买，如果你自然卷超严重，然后如果长出来就是天生很毛躁的人，这一罐真的你可以用，或者是你的发尾真的很毛，然后但是你想要摸起来就是那种柔软滑顺的那种感觉，我真的觉得这罐蛮厉害的。然后它味道就是比较甜一点点的小清新，如果你不喜欢刚刚女人味太重了，你也可以考虑这一罐。而且这罐有稍微便宜一点，这罐是120ml，然后定价是1350，我自己是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如果是那种自然卷，但是如果你的头发也没有到真的超多，然后也没有到很严重自然卷，也没有超毛，我就觉得就不用了啦。那你头发很毛躁的，再用这一罐，我会觉得效果还蛮不错的，推荐给你。下一罐要跟大家推荐的还是哥德式 Mirubon， 实在是他们公司出了太多发油。那这一罐的话是丝柔系列，那丝柔的话，它这个发油等一下也会有介绍，因为它在细软发跟粗硬发都有推出，而且就是一模一样的东西。那它味道也是小清新，不甜一点点小清新。其实我觉得小清新的味道有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如果你是一个爱喷香水的人，比较不会撞香。但其实刚刚说的卡诗那些吹干之后，味道也都不会很重了。但这一罐的话，就是如果你是烫头发比较毛躁的人，可以使用。那刚刚推荐的那一罐是自然卷毛躁，就是你知道你是天生就是毛到不行的，就是给我顺泽抹下去。但是如果你是后天造成的，头发比较多比较毛躁，那不想让它太膨胀的人，我觉得丝柔这个有一个 C， 大家有看到吗？上面有一个 C 的话，这会是一个你很棒的选择，因为它代表就是粗硬发。那一样是120ml，然后1350，推荐给大家。最后一罐粗硬发，我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莱雅。
这一罐叫做抗毛躁凝露。我先讲哦，刚刚推荐的那些发油都是比较偏保养，就是你知道大家都说发油就基础的保养，但是这一罐抗毛躁凝露，它长得跟发油一模一样，但它没有什么保养的效果，因为这个是比较像造型品。那为什么它被我纳入呢？因为抹了这个通常就不会抹发油了嘛，所以它就被我纳入为发油系列。这一罐非常非常的便宜。其实好像也没有很便宜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它50ml 700块。我刚才想说700块很便宜，可是想一想它也才50ml。如果你头发真的被烫很爆了，然后你自然卷真的超级毛，然后头发超级多，还是你的头发很容易毛躁到失控，然后永远觉得它干巴巴干到爆，这一罐真的是我用过最厉害，完全不毛躁的神器。但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的味道就是有一种它没有质感，就是它的味道就让你抹上去不是很舒服，而且没有什么有点廉价感，你知道吗？它是一种精油的味道，但是是那种便宜的精油味，但它效果实在是太好，这个我还蛮推荐给那种你可能又烫啊又漂啊，然后头发已经你知道毛到升天的那种头发，真的你抹这一罐下去，绝对头发先收敛一半。但是你抹太多的话，你可能会觉得表面有一点点油，但是真的很适合你。如果你是那种最近要夏天了嘛，非常的疯狂的爱潜水，然后头发已经烂到爆，但是你又想要吹完有光泽，我觉得这一罐你可以试看看，它真的很便宜、很神奇又很厉害，你可以自己上网查看看。我对它实在太赞叹了，因为真的很少发型师猛推荐它，但是我真的觉得烂头发都必用。但我个人其实没有很常用在头发上面，是因为我想要头发有保养的效果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罐就是你知道，如果用化妆品来说的话，就是你毛孔粗大，那你也不想治疗它，但是你想要靠底妆遮盖一切，这一罐绝对是一个超级棒的遮瑕用品。OK， 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细软发系列的。第一个要推荐的给大家就是这个焕羽精华。我想大家应该都有听过金焕羽护发吧，就是一个你知道很贵、很高级的护发，但他们也有出护发油。那他们的护发就是做完了，就是头发很强韧啊、很光泽啊、很高级啊。但是它的护发油，我个人认为就是只有细软发才适合用。它这一罐挤出来有一点点油加水的感觉，我会觉得它油脂跟水分同时在补充。如果你的头发没有很粗硬，然后也没有很毛躁，抹完了你的头发会有那种绸缎的感觉，就是柔软感。但是如果你的头发稍微毛躁一点，我真的觉得这罐没有很大的效果，它几乎是在提升你的触感。如果你是想要向往高级感，就是你是烫个内弯或干嘛，你要想要人家男生摸到你的头发的时候是这样一片沙，那我觉得这一罐真的你可以用。但是如果你现在头发比较有一点知道需要治疗，就是好像需要吃一点药的头发，我会觉得这一罐有点不够给力。如果你是头发真的很细的人，我会觉得焕羽精华可能会是你的选择。它是一个抹了头发会摸起来会蛮有质感的，但是你说它有没有压抑毛躁的效果，我会觉得偏弱，但是它的质地还是非常好的。唯一缺点我想应该就是它的味道吧，我觉得这一罐的味道就是有点香茅味。大家有喷过那种防蚊喷液吗？那个味道再淡一点点，这个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啦，我个人不讨厌，因为它就是柠檬嘛，柠檬我可以接受了。那如果你是男生的话，我会觉得你应该会蛮喜欢这一罐。如果你是男生烫微卷，因为男生抹发油实在太容易抹到发根了，但这一罐真的是抹到发根也没有关系，很 OK 的。这一罐的售价是100ml 1500块，那它的包装的话，就是我个人觉得，就是你说它漂亮嘛，我是真的觉得也还好，因为它就是一个塑胶瓶。但你说它长得，我是觉得蛮有那种医美感，大家懂？它不高级不美，但医美感，毕竟它的护发也是那种治疗派系。下一罐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咪露蹦哥德式，就是在初一把那边有讲的，它这个的话，大家看一下写了一个 F。那 F 的话就是细软发专用的，功能一样，就是小清新。细软发的话，我会觉得它抹起来会比刚刚说的焕羽精华再重一点点。它是一个抹了会让你头发有感觉，所以如果你是细软发又烫又懒、比较毛躁的人，但是又很怕它，我觉得它可以征服那些毛躁。那你说柔软感的话，我会觉得它比较不是那种蓬松感。我觉得焕羽精华抹完就是虽然比较无感，但会比较蓬松。但我觉得细软发这一罐咪露蹦这个比较没有到蓬松感。但是如果你是不喜欢那种很蓬很毛，但是你的头发又很怕扁的话，这一罐真的推荐给你。那这一罐的话是120ml 1350块钱。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味道，因为它比较不会有那么多味道残留在身上，就是推荐。如果你是头发受损度高一点的细软发，就是毫不犹豫的就是1啦。再来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精纯全效精油，那这个的话是 SP 的这个牌子。那这一罐的话是100ml 1750。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包装，它的感觉比较再油一点点。就是你知道精纯嘛，那它包装是精，那它是那种比较硬啊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材质。那你可以看到它也是一种
你会发现细软发在用的发油里面的质地看起来都不会太稠，都是有一点油水感。那这一罐的话就是压抑毛躁的效果还不错。那如果你是细软发，我觉得这罐还蛮特别，就是它抹完头发，你说它柔软吗？我觉得它不会柔软，它会让头发变硬一点点，但是就是比较不毛躁，蓬松不毛躁，所以我觉得这一罐也还算蛮不错。但是它的味道也是那种我说不上它的味道是什么，我再来闻一下好了。甜甜的，它有一种感冒糖浆的味道嘛，就是有一种药水味，但是它不讨厌，因为也是有人喜欢吃感冒糖浆吧，它大概就是那种感觉。那它就是有一点甜甜的。如果你是有烫过的头发，那受损度没有非常高的话，我会觉得你用这一罐会感觉还不错，就是你不会扁，你的卷度也不会毛躁。那跟刚刚相比的话，大家都有一点点特色嘛。那如果你是想要很蓬松的，你就往焕羽精华；那受损一点就是用咪露崩。那这一罐的话就是烫过一次头发，不要过度的受损的人，我会觉得可以用看看。最后一罐要跟大家推荐的是薇娜山茶花亮质油，就是它是细软发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就是它的味道，它就是山茶花，非常清新的味道，很干净。如果你去 Vogue 一茶花，它好像是就是什么凯特王妃啊御用的发油，反正好像也是爱这一罐。那我当时也是因为看到这个文章，想说就用看看，然后我就用了好几罐。但我老实讲，我有一个同事不懂这一罐，因为他说这一罐效果就还好。但是你知道它这一罐好在哪吗？它抹再多都没有很强烈的感觉。我很常就湿发抹、干发又抹，所以我会觉得它这一罐真的很厉害。因为你是细软发，你知道细软发最怕就是抹完太有感觉，太有感觉的时候你就会油啊、塌啊、扁啊。如果又夏天的时候，你真的是会完全崩溃。那如果你是空气感刘海的人，你又在抹那个油，很快就变薯条了。所以我会觉得这个真的是还蛮不错。但是如果你是受损度高一点的，我承认它可能真的没有很有用。然后染一次头发、烫一次头发，或者是1、2次的人，我会觉得用起来效果还蛮不错。那如果你是那种爱擦发油的，你起床就是一定要抹一下发油，这罐会推荐给你。因为我觉得发油虽然会有湿抹跟干抹，那如果你是刚刚初印发的人，抹完湿的初印发，你起床想抹一下，但你又不想油的话，我觉得细软发这系列的话，就是这一罐啊，还有什么焕羽精华、这些都是可以干发再抹一次的。那这一罐的定价是100ml1280，还算亲民。然后你看它也是那种有点水水的。如果那些初印发系列你有曾经用过，你就知道我说那感觉就是有一点点稠稠的，就是那种胶水感。那这个的话就是完全水感。那它味道我也觉得蛮不错，它是有一点点花香，但是没有野味，就是一个小女孩子的花香，看起来就是刚出社会，质感清新，气质高雅，大概就是那种感觉。所以如果你是那种烫个内弯的人，或者是烫空气刘海，然后你是只染一次头发的人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看看。以上就是我跟大家推荐的9款发油，那分别的细软发跟初印发。如果说你看完这支影片，你还是不知道怎么选的话，其实我是觉得你可以选择1、2种试看看。那最重要的是，我觉得跟天气有关系。譬如说，我说这个抹起来很没有感觉嘛，那它是不是这个受损的抹起来会比较有感觉？我就会在夏天的时候抹它，冬天的时候抹它，因为它比较有感觉一点，相对它比较油一点点。那冬天比较不会出油嘛。那跟你的发型啊，还有天气，你是可以做一些选择。像初印发也是嘛。好，假设这2罐好了，那黑金油就是比较油重一点点，那这个的话可能没有那么油，那我会觉得冬天可以抹它，夏天可以抹它。那最重要的是跟你的发型有很大的关系。那如果你是短头发的人，可能你就不太会想抹它，因为你不会想要变太扁。那如果你是长卷发，你可能会想要光泽一点，你就觉得它还蛮不错的。所以其实选择发油跟你的发型条件啊，还有你是不是有烫过啊，还是说你当时的气候来决定产品，我个人会觉得比较准确。用了1轮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其实根本就没有百战百胜的发油，最好就是依据你的发型、气候、当时的状况来决定。所以一个人可能不会只有1罐发油，你可以买个2罐，你可以早上的时候抹，或者是洗澡后就是湿发的时候抹，这是你都可以做选择。那这一集跟大家推荐就是专业发品系列，就是你知道专柜感。总之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自己适合的发油。那无论男生女生，我想听下来都有一些答案了。那至于味道的话，就是我讲的那样。那我会觉得味道对我来说有一点点重要，但是我个人因为我是发型师嘛，所以我看的还是效果偏多。最后，希望大家在选择发油的时候，参考自己的发质，参考当时的气候，参考自己的荷包，还有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这一些。希望这一集有帮助到你的选择。那如果你有觉得也不错发油的话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说。还是你有开价是觉得厉害到不行，比你以前专柜用过都还好用的话，你也留言跟我说好，让我去体验看看。这一集就到这里哦，我是你的发型师志远，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